OK，Hello，大家好，我是张天，我回来了。那这次视频比较特殊，因为这次不是 vlog， 不是化妆，而是一次走心的聊天视频。鼓掌。其实吧，我很久以来都很想跟大家去好好的聊天，但是感觉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或多或少是因为有一些顾虑，或者是就是没有去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吧。所以说这次终于我忙完了学校的事情，可以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天啦。这个栏目其实我觉得还有蛮多内容可以聊的。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东西的初衷是，我一直以来有收到大家很多的私信，不管是问学习、感情、事业、家庭、朋友关系，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问题都有。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个回复你们，那我完全可以录视频去聊一下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相似的顾虑还有困惑吧。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有点蹭520的热度，想跟大家聊聊如何学会享受单身。享受单身是每个人生活中必须要学会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技能。首先我必须要声明一下，我就是说的所有东西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然后我做这个内容目的也不是说为了说服你们去认同我，而是希望你们看到了我的思考，从而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去辩证的选择自己的观点。所以有不同的话，希望大家可以理性思考。你就像看电影、看剧、听音乐一样，每个人的体验都不同，所以不要吵架，也不要人身攻击。OK， 说好了，必须想吐槽一下，我一直都很搞不懂为什么520就是我爱你的谐音。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爱7，我爱8，我爱 R 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就没有被大力宣传呢？520是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下加上仪式感的加持后刺激经济发展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享受单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任何节日气氛浓厚的日子里与他人比较。当然啦，在其他时候跟他人做比较也不好，这个我觉得可以以后单独抽一期聊一下。那520的这一天，朋友圈有各种各样的秀恩爱，商家有各种各样的打折，很多单身朋友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焦虑，相信我都懂，因为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单身的状态。然后我在非单身的状态度过的节日，用一只手就能数完。所以我10几岁的时候呢，每次过节都会非常羡慕我的朋友们去跟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玩啦，去收礼物呀。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我渐渐的意识到，单身不等于孤独和悲惨。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觉得我独立或者是个 feminist 怎么样，但是我一开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小时候很多的观点，我到现在其实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在25岁之前必须要结婚，女孩做得好不如嫁得好。我才不要在30岁之前还单身，或者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那是因为我不够好。一系列我自我的厌女症我都有，不管是我内在的还是说社会潜移默化给到我的。但是慢慢的呢，我成长和改变了。其实我意识到单身不等于孤独还蛮早的吧，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上了第一节 Gender Studies 的课。我大学生活开始之后，我非常的忙，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来美国嘛，就是语言上肯定有一些不太行的地方，所以说我去被迫的，然后自己也很要强，去大量的阅读，去上课，去跟老师讨论。我其实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节课就是讲迪士尼公主还有媒体还有性别的课时，媒体给我们洗脑说恋爱很简单，结婚很简单，我们结婚就是终点。在之前的迪士尼之前的那些公主电影里，所有的公主电影的结尾都是以一个婚礼铃声而结束的。这里说错了，其实是都是以婚礼而结束的，大部分啊，包括很多我们国产的电影电视剧偶像剧也好，都是在告诉我们谈恋爱很重要。然后我慢慢的意识到，在我成长的一路上，我收到的媒体信息就是年轻人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恋爱。然后我也慢慢意识到，我从小到大是收集到那些不管是偶像剧或者是影视的信息等等，都是说你年轻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谈恋爱。 What？ 包括现在也是，我们的微博热搜上我们看一看，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都有情感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新让自己推的那些东西出现在上面。那我们的自我成长呢？我们的人生价值呢？我们的朋友、家人，就是等等这些列除了恋爱以外的东西去哪儿了呢？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吧，就是在中国中年女演员啊，就是她们除了演主角的妈，其实很少有那些真的是围绕她们然后做出来的影视剧、影视作品。这个集体失语，还有在屏幕上中年女性消失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就是中年女性的价值比不上年轻女性。还有一点就是男人没有像女性一样
就是有那么强烈的随着年龄递增的一个焦虑感，就是什么男人40一枝花啊，女人40豆腐渣，就这种非常厌女的语言，在我们的中文语境里太多了。我觉得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生育这件事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女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宗接代。然后 sex 也是为了繁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女性就一直是谁谁谁的所属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今天，就是我们很多的男性朋友或者是男性长辈还是会觉得，女生就是不如男生。当然了，有些的确是性别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要的只不过是真的平等和尊重而已。小时候我其实因为这些事情有过各种各样的焦虑，因为我也觉得那些都是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就是心里默默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了一些非常棒的导师，我去读了一些书，我去跟我的同学们有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我。就是性别平等这件事，我觉得我的现在跟我5年前的一些观点依然是非常像的，所以我很开心的是，我现在具有了解构那些现象的能力。现在其实是跟之前厌女不一样了，就是我现在是发自真心的，就是喜欢自己的性别，就是我知道自己好，然后我也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拥有强大的同理心，我非常的善良，真诚、坦然、勇敢，然后有坚定的原则和目标，就甚至是连我的脆弱、我的不甘心、我的悲伤、我的焦虑、我的欲望，还有我的野心，就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珍贵，因为正是这些东西让我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说这个社会或者是长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告诉我的，在社会规则下那个所谓的好女孩。我就是现在是迫不及待的想长到30岁，因为我知道30岁的时候我会更加成熟，我会更加的坦然自若，我会更有趣，我也会更有钱。到时候不管是我一个单身或者是有伴侣的状态，我都会更加的喜欢自己，因为我意识到就算一辈子不结婚，我也会精神自由，经济富足。孤独和不被爱跟是否谈恋爱其实关系并不大，因为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你的人生轨迹。除了自爱，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家人，然后有伴侣当然好啦。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吧。我自己可以生活得很好，然后如果我遇到一个人可以携手共进的话，那也非常美好。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多人无法去享受单身的一个压力就是荡妇羞辱我接下来要说的可能跟很多人观点都不同，但是我所说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果不认同，千万不要因为我所说的话就去改变你们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些不同观点，然后去真正的思考，然后去辩证的想自己到底适合哪一种方式，然后你再去做你的行为。就是不要在网上听这个博主、那个老师、这个谁谁谁说了这样的话，你就去 follow。辩证思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大家应该都好好考虑一下。OK， 那我们开始了。紧张。这个社会普遍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女孩想要性生活，那她必须在一段关系里。一个女孩在一段关系跟一个不在一段关系的女孩，如果她们发生了同样次数的性爱，那往往是那个不在一段关系的女孩会受到更多的荡妇羞辱。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女孩随便找了个男朋友，她就是想随便玩玩哈，就为了睡觉，可以随时分手。那还有一个女孩，她对谈恋爱这件事非常的谨慎，但是她就是不想随便找一个男朋友，因为她想去提前好好了解，之后呢再去谈一个不分手，然后可以走到婚姻的恋爱。那在这2种情况下，往往是第2种女孩会受到更多的荡妇羞辱。我觉得现在很多女性有压力，是说不在就是单身的时候跟别人发生关系。觉得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型的厌女，更是女性自我还有女性相互之间的压迫和打压吧。就是你可以不认同对方的方式，但是你不能去说你就是对的，他就是错的，我就是要收服你，你就是荡妇，你就是不好，你就是脏。平等和尊重呢，姐妹们，平等尊重，就这些我们都可以以后再聊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只要是你发自本心做出的决定，你没有必要因为社会或者是其他人的声音去压迫和打压自己。单身你完全可以去享受单身的乐趣，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关系里发生性关系，你才是那个所谓的好女孩。因为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只有你自己说了算，就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下定义。然后还有一点很不公平的就是，如果一个男性 OK 怎么样去跟很多女人发生性关系，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他好厉害啊，他就是会被羡慕，然后大家觉得他真的就是很有能力。怎么到了女性这里就双标了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选择那些可以尊重个人边界的伴侣或者朋友或者亲人，向那些真正理你和懂你的朋友们寻求意见。而且如果你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你的伴侣因为你的过去对你进行荡妇羞辱和打压，你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心软。因为就是圣母欲
还有就拯救欲，其实救不了任何人。只有当这个人他自己愿意去改变的时候，才能发生改变。就是你是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在不健康的关系里，一定要及时止损。如果任何人在跟你成为朋友之前，需要知道你的数量，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跟你约会的话，就可以跟他说拜拜了。当然啦，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有谁对谁错，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你选择婚前不发生性关系，那你就去找那些跟你一样的人在一起。那如果你就是自己都做不到的事，你要求别人去做到，那你就去找那些真的愿意服从你的人。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在没有欺骗、成年、自愿并且不违法犯罪的前提下，去真的做出顺从本心的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OK， 我觉得聊得太多了，哎呦，再聊一下我给大家的去享受单身的建议吧。第一点就是习惯自己做事情。我是一个很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吃饭、出去玩、逛街的人，倒不是说我不喜欢跟朋友一起玩，就只是说我需要这些自我独处的时间，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事情，还是自己在家去忙，我需要独处的时间去思考、去反思，然后我才可以去更好的消耗。孤独吗？其实偶尔也会，但是你转念一想，你自己这么有趣，你那一点点孤独真的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点，以开放的心态去社交和认识新朋友。享受单身并不是说你要拒绝浪漫，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否要决定进入段关系，是否要跟这个人相互了解，是否要发生性关系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选择，我觉得只要你做出的选择符合你的本心，并且你可以为他负责的时候，没有人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怎么样其他的声音值得你去留意，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第三点是多谈恋爱和分手。当然了，就谁不想谈不分手的恋爱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想 OK 我跟一个人从头走到尾，但是很多人就是运气不好吧。我觉得在经历完一段感情之后，复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你才会在下一次更好的去爱。也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自己的感受。其实谈恋爱不简单嘛，我觉得没有人说一出生就会知道说怎么谈恋爱的。那我们当医生还要读医学院，我们当老师也要考这个，就连打游戏也是需要经过练习的。那凭什么就期望一个人说我生下来就会谈恋爱呢？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好好练习吧。不管你是在一段关系里就是很深刻的去练习，或者是在一段的关系里，就都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前提也是你坦然的面对自己，然后去关注对方的变化。亲密关系里的那些让步还有磨合，都是学习去好好爱的重要步骤。就相爱真的很需要运气，相爱之后的相处我觉得是需要靠能力的。当然这个相处也是说需要双方的努力，不是说你一个人有时候就是坦诚努力了就会有结果的。而且就是坦诚和面对自我这两件事听着很容易，但其实做起来非常的难。不管你是就是在谈恋爱，还是说单身，还是说分手，这些状态里，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OK， 然后第4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我成长放在第一位。我意识到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有掌控，我可以选择任何我想要的工作，我可以搬去一个我喜欢的城市，我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而不用去担忧另一个不好的伴侣对我的控制或者是打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美妙的感觉。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高质量的关系大于高质量的单身，大于低质量的关系。而那些选择去离开你、背叛你、辜负你信任的人，不值得你的真诚和相信。如果你没有遇到爱，那你就好好的去提升自己吧，去慢慢的做到精神独立，然后经济独立，自然会吸引来对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有很多跟你一样真诚、善良、勇敢的人，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的去相信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情人节里，希望你们有伴侣的人可以像之前的任何一天去好好的相爱。你首先是你自己，之后才是彼此的伴侣。单身的姐妹们呢，也要好好爱自己，好好爱家人，不要焦虑，就是对的人总会有的。然后好好对待学习，好好对待工作，好好对待友谊。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享受自我成长，成为那个真诚、善良、勇敢、自由的自己。OK， 感觉这次聊了真的挺多的了，然后我也很想知道你们对这次视频的想法还有建议，那就给我留言吧，我们下次视频见。我们下次见，拜拜。